这是一条戛然而止的冠军之路。坐拥选秀热门，对抗灰姑娘童话，手术20天，王者归来，时隔34年的绝杀。2026年杜克大学的疯狂3月，几乎集齐了篮球世界所有精彩的要素和剧情。今年杜克的疯狂3月都发生了什么故事？大家好，这里是 Telfair， 我们一起来挖掘真实励志有趣的篮球文化。你的点赞让我不停更新。这次我们在南卡的 Greenville 与华盛顿 DC 现场见证了杜克过山车一般的疯狂3月之旅。当杜克来到2026年的3月，他们刚刚站上全美之巅。经历了常规赛的波折之后，他们在赛季的最后反超了亚利桑那大学与密歇根大学，成为了全美第一。然后他们又在缺少2位主力的情况下，战胜弗吉尼亚，拿下 ACC 锦标赛冠军。1年前2025年的疯狂3月，拥有弗拉格的杜克在最后时刻遗憾输给休斯顿大学。时隔1年，他们再一次卷土重来。作为东区1号种子，杜克大学首轮的对手是来自纽约阿伯尼的东区16号种子 Siena。Siena 并不是一所篮球名校，他们上一次闯过疯狂3月的首轮还要追溯到2009年。2009年的疯狂3月首轮 ，Siena 经历双加时战胜俄亥俄州立。Ronald Moore 在比赛时刻最后的3分，帮助 Siena 以下克上，晋级第2轮，也让 CBS 知名解说 Bill Raftery 喊出了他的经典名言 ：“Onions, double order。” Onions, double order。赛前，在杜克的眼中，这场比赛与他面对的对手是一次易如反掌的 cakewalk。So we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be a cakewalk going into this game, so now we know what it is.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Siena 的主教练 Gary McNamara 开场就摆出了23联防，这让杜克苦不堪言，他们无法将球打到禁区，于是他们选择了大量的3分出手。上半场杜克超过一半的出手都是在3分线外，然而他们仅仅投进了2球。全场比赛杜克的26次出手仅仅命中5球，命中率不到20%。杜克的主帅 Jon Scheyer 不得不承认，对面的 Gary McNamara 执教水平更高。G-Mac, he outcoached me. They were more ready to play. 2023年的疯狂3月，当大一的卡梅罗·安东尼带领雪城大学创造奇迹，拿下2003年的 NCAA 全国冠军时，他身边的首发后卫正是 Gary McNamara。当时他也只有大一。大学4年 ，G-Mac 首发了所有的比赛。2024年 ，G-Mac 第一次成为主教练，他接过 Siena 的教鞭，仅仅拥有2年的时间，就将16年没有进入疯狂3月的 Siena 重返封3。上半场结束，杜克已经落后了11分，这是疯狂3月的历史上1号种子半场落后最大的分差。在疯狂3月的历史上，仅仅出现过2次16号种子以下克上，一次是2018年 UMBC 战胜弗吉尼亚大学，而另一次则是2023年 Fairleigh Dickinson 战胜普渡大学。半场结束，球迷不禁开始期待又一次惊天冷门的出现。下半场比赛开始2分半钟，杜克的落后已经扩大到13分，而 Siena 握有球权，无人防守的 Siena 中锋 Riley Mulvey 无球直插篮下，他接到传球起跳扣篮，而杜克第一时间起跳防守的是比他矮了整整20厘米的控卫 Caden Boozer， 但是 Riley Mulvey 的扣篮却偏出了篮筐，这给了杜克反击的机会。杜克前锋 Isaiah Evans 一条龙扣篮得手，将分差缩小到11分。来自佐治亚的前5星级高中生 Isaiah Evans 因为细长的身材收获了绰号 Slim。下半场比赛他得到13分，全场比赛得到16分10个篮板，这是他在大学的第一次2双。有意思的是，整整10年前，初代 Slim Reaper 布兰登·英格拉姆大学生涯的第一场比赛，对手也是 Siena。此时的杜克还落后11分，但是比赛的势头已经悄然改变。下半场 Cameron Boozer 在内线的进攻让 Siena 的队员们纷纷陷入犯规麻烦。本场比赛 Siena 的5名首发球员全部打满全场，他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更换，而 Cameron Boozer 得到22分13个篮板，成为了杜克的定海神针。比赛还剩4分25秒 ，Evans 上篮让杜克终于反超了比分。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Siena 几乎已经无法再命中投篮。当 Caden Boozer 完成上篮之后，杜克已经领先6分，比赛基本失去了悬念。全场比赛 Caden 得到赛季新高的19分，还有5次助攻，没有失误。就像之前在 PGM 对阵 Cooper Flag 所率领 Maine United 的比赛一样 ，Caden 是 Cameron 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亲兄弟。When it's the toughest, that's when he's at his best. 中场哨响，杜克涉险晋级。对于 Siena 的大四球员们来说，这是他们在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对于 Siena 的 Gary McNamara 来说，下个赛季他会重新回到自己的母校雪城大学，担任雪城大学的主教练。而对于 Siena 的其他球员来说，随着 G-Mac 教练的离开，这也大概率是他们身披 Siena 球衣的最后一场比赛。带着不甘和泪水，他们结束了自己2026年的封3之旅。回到更衣室之后 ，Jon Scheyer 问道：“你会记得2001年杜克夺冠的时候，第一轮他们赢了多少分吗？”当然不会，人们只会记得是杜克赢下了比赛。但是这场比赛也确确实实为杜克敲响了警钟。
第二轮，杜克的对手是东区的9号种子 TCU 角蛙队 ，NBA 球员戴斯蒙德·贝恩的母校。这场比赛的赛前，杜克迎来了主力中锋 Patrick Gamba 的回归。3月2日对阵北卡州立的比赛受伤之后 ，Gamba 缺席了之后对阵宿敌北卡的收官战、ACC 锦标赛以及疯狂3月第一轮的比赛。上半场，杜克仅仅取得了微弱的领先，球队核心 Cameron Boozer 只有1次出手，没有投进，仅仅通过罚球得到2分 ，Isaiah Evans 得到13分，撑起了球队。下半场开始5分钟 ，TCU 追平了比分。而每当杜克陷入危机的时候 ，Cameron Boozer 都会亲自站出来接管比赛。他利用与 Gamba 的配合连续得分，杜克打出一波11-0。全场比赛 ，Cameron Boozer 10投7中，得到19分，其中17分是在下半场获得。而在下半场追平比分之后 ，TCU 投丢了17次出手的15球，被杜克打出了一波26-6。下半场，杜克的命中率高达61.5%，而 TCU 只有33.3%，81-58，杜克以23分大胜，晋级甜蜜16强。甜蜜16强，杜克的对手是名帅里克·皮蒂诺所率领的圣约翰大学。对于皮蒂诺教练来说，杜克大学是他一辈子都绕不过的对手。34年前1992年疯狂3月的精英8强，东区1号种子杜克大学的对手是2号种子肯塔基大学。比赛的最后时刻，杜克的王牌球员克里斯蒂安·莱特纳转身跳投绝杀了比赛，这成为了 NCAA 历史上最经典的绝杀，被称为 NCAA 的 The Shot。比赛之后，莱特纳入选了传奇的梦一队，而皮蒂诺教练正是那场比赛对面肯塔基大学的主教练。这一记绝杀让皮蒂诺成为了杜克大学最大的背景板，直至今日，他都不想看到任何有关于莱特纳绝杀有关的内容。但是在34年之后，他仍然无法绕开这一球。I'm not big into watching like Yellowstone and shows like that on the iPad, but everybody's convincing me to watch this Paradise. And I was so sick of commercials with Christian Laettner hitting that shot over and over and over. So, okay, I'll watch Paradise. In the first episode of Paradis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thing called, no, he didn't say Laettner, he said Wildcat or something to do with Laettner's shot. And I said, that's cruel. Why would my staff and friends tell me to watch Paradise? And throughout the whole episode, it's that. 在第二轮的比赛中，圣约翰刚刚以下课上绝杀了堪萨斯大学，毁掉了 Darren Peterson 的冠军梦。这场比赛，皮蒂诺当然希望能复仇杜克。比赛从开场就非常焦灼，上半场身高不占优的圣约翰大学连续从外线开火，他们投进了9记3分，命中率接近50%。上半场结束前 ，Ruby Prey 的3分让圣约翰取得1分领先。下半场刚刚开始，杜克利用身高优势反超比分，但是与之前2场比赛一样，杜克又一次在下半场开始掉了链子。他们连续在4个回合出现3次失误，让圣约翰取得了10分的领先。此时的杜克再次陷入了危机之中。这个时候 ，Jon Scheyer 做出了2个调整。他们祭出了第一轮对阵 Siena 下半场所使用的联防打乱了圣约翰的投篮节奏。在前25次3分命中12球之后，圣约翰在之后的7次3分出手仅仅命中1球。而除此之外，Scheyer 教练重新启用了他们的后卫 Caleb Foster。这是前2023届5星级高中生 Caleb Foster 在杜克的第3年。这个赛季，大3的 Foster 已经成为了球队的首发后卫。然而就在20天前，他在最关键的时刻遭遇了伤病。20天前，主场对阵宿敌北卡的常规赛收官战 ，Caleb Foster 在上半场遭遇了右脚骨折。此时距离 ACC 锦标赛只有5天，而距离疯狂3月只有12天。第2天 ，Caleb Foster 就火速接受手术，开始了他火线回归的计划。于是，在手术后19天 ，Caleb Foster 来到了这场对阵圣约翰的关键战役，并在球队落后10分的时候再次被替换上场。在比赛前，他仅仅参加过轻度训练。这场比赛是他受伤之后第一次5对5。直到赛前，Scheyer教练只希望他能出战8至10分钟，而在上半场的7分钟，他1分未得。但是在下半场重新上场之后 ，Caleb Foster 带领杜克开始了反击。下半场的12分钟，他砍下11分，他只想为自己的队友倾尽所有。I just pour everything into my teammates, you know. 在身高不占优、3分手感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圣约翰逐渐落了下风。在 Foster 身边 ，Isaiah Evans 里突外投，帮助杜克反超了比分。全场比赛他15投10中，得到25分。比赛还剩1分30秒 ，Caleb Foster 强杀篮下，将分差拉大到5分。也许对于已经大3的 Foster 来说，他最荣耀的时刻就是现在。There's no analytics, there's no stats that can measure how big this dude's heart is, for what he did. 随着上一场绝杀比赛的 Dylan Darling 3分不中，杜克晋级精英8强。赛后提到 Caleb Foster， Jon Scheyer 教练双眼泛起了泪光。He had no business playing today. He was determined. That's one of the most special performances I've ever seen.
作为皮蒂诺教练来到学校的第3年，圣约翰大学在这个赛季的最后取得了恢宏的势头。在赛季最后的22场比赛，他们只输掉了1场，这也是皮蒂诺第14次杀到甜蜜16强。在之前的13场甜蜜16强比赛中，皮蒂诺只输过1次。但是尽管经过了34年，辗转了数个学校，甚至拿到了2座全国冠军，皮蒂诺教练却再一次成为了杜克通向冠军之路的背景板。赛后，34年前绝杀的克里斯蒂安·莱特纳转发了这张34年的对比照，并配上了这样一个大拇指的 emoji。终于，杜克大学的完全体再次集结。如果他们能赢下精英8强的比赛，他们就将冲出东区，来到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最终舞台 Final Four， 对阵东区2号种子康涅狄格大学的精英8强。上半场还剩4分钟，而杜克大学的领先已经达到了19分。在过去的几年，在主教练 Dan Hurley 的带领下，康涅狄格哈士奇队曾经在23年和24年完成2连冠的壮举。但是在之后的2025年，他们接连在 Big East 锦标赛和疯狂3月2轮出局。15天前，他们又在 Big East 锦标赛决赛被圣约翰大学所击败。而就在2天前，这支击败康涅狄格的圣约翰大学刚刚被杜克淘汰。而在杜克的历史上，每当他们在疯狂3月中战胜圣约翰大学，他们都会在最终拿下全国冠军。91年和92年如此，01年和10年如此，15年也是如此。精英8强的比赛，杜克取得了比之前任何一场都更加顺利的开局。Cameron Boozer 总是可以在最深的位置拿球，他可以直接取分，也可以在对方防线收缩之后将球分到外围，让自己的队友们都能取得得分。而康涅狄格这边似乎只能依靠他们的内线 Tyrese Reed 在内线得分，他们的前18次3分出手只命中了1球，甚至没有一位助理教练敢把这个数据告诉主教练丹·赫里。直到赛后面对记者的提问，赫里教练才终于知道这个具体的数字。What the hell did you just say? 1 for 18? I knew it was bad. I kept asking the assistant coaches and no one would tell me what it was. I knew it was bad. 于是杜克在上半场还剩4分钟，已经取得了19分的领先。半场结束，杜克以44比29领先15分。在疯狂3月的历史上，当1号种子带着15分以上的领先优势进入下半场时，他们134战全胜。下半场，赫利教练果断变阵，他们开始了全场领防和高位夹击。高强度的防守造成了杜克后场连续出现4次失误。Tyrese Reed 成为了康涅狄格追分的核心，他的下半场独砍14分。全场比赛，这名大四的中锋16投10中，得到26分。比赛还剩4分11秒，分差已经只剩下5分。但是每当康涅狄格即将反超比分， Cameron Boozer 总是能及时得分，让康涅狄格始终无法反超比分。全场比赛 Cameron 21投10中，得到27分。当 Alex Caravan 3分得手，将分差缩小到只有1分， Cameron 再次得分。中场哨声还剩10秒，72比70，杜克仍然领先2分，并且握有球权。Cameron 将球传给 Dami Sarr， 又传给 Caden Boozer。Caden 没有在原地等待对手的犯规，而是想直接传到前场无人防守的队友，终结比赛。然而他的传球被双人拦截了下来，球传给了位于中圈附近的 Braylon Mullins 手中。在今年疯狂3月此前的比赛， Mullins 3分，总计23投4中，而本场比赛他4次出手无一命中。但是这一次他没有犹豫，这一记来自中圈的超远3分，让杜克的封3之旅连续第2年画上了充满戏剧性的句号。在 Caleb Foster 受伤缺席的20天 ，Caden Boozer 顶上了先发后卫的位置。他场均得到13.8分、3.4个篮板、3.2次助攻，命中率48.2%，帮助杜克一路杀进精英8强。而就在这场精英8强的比赛 ，Caden 5投4中，得到15分，再次成为 Cameron 身边最大的帮手。然而，他的这个失误葬送了杜克的整个赛季。Turned the ball over. Should have been strong with the ball. Cost our team our season. 杜克大学的疯狂3月就此完结。34年之后，杜克从精英8强的绝杀者变成了被绝杀的受害者。那张照片还是没有成为杂志的封面。对于布泽尔兄弟这一对在高中阶段横扫 EYBL 与校队比赛的天生赢家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人生所经历的最苦涩的失利。青春总是留有遗憾，但是对于布泽尔兄弟与杜克大学来说，一个新的篇章才刚刚开始。